解放军各个军兵种都要练就现代化的夜战能力，要把这种能力锤炼出来，巩固下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频繁的开展实打实的夜战训练。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解放军加强夜间海空演习，夜战传统必将大发生威。外电报道说解放军在2021年大幅度的加强了东南沿海的夜间作战演习，数量呢比2020年提高了3倍。这样的演习在2022年也没有终止，而是继续进行。3月初解放军空军组织歼十 B 部队在20个小时里不分昼夜的跨区机动飞行5000多公里，进行快速投入实战的演练。另外有台湾军官统计说，解放军海军去年在黄海、东海和南海搞了将近100次夜间演习，其中有70次是安排在午夜至黎明之间，也就是后半夜了。国外的研究人员分析这是解放军为了对付美国的海空侦察而采取的对抗措施。对这种说法呢，我不做评论。传统上夜战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强项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就是通过夜战的方式让美军心惊胆颤，防不胜防。在那个时候那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白天是美军的天下，志愿军只能在夜间活动。再说呢，那是二战结束后不久，各种夜视装备和监视器材还没有研制出来，所以呢，解放军步兵可以凭借着优秀的战术素养，利用夜暗来对美军进行打击。夜视仪发明之后呢，夜间战场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谁拥有更先进的夜视器材，比如说微光夜视仪、红外热像仪，当然还有先进的雷达了，谁就能够掌握夜间战场的优势。另外呢，夜战已经从陆地上的短兵相接扩展到了更大范围的海空战场。现代化的海空夜战呢，能不能有效的攻击对手，首先要看自己一方能不能在黑夜里组织好、协调好。我们人类是白天活动的生物，那为了打仗在夜间行动，最重要的就是感觉器官，也就是眼睛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夜间行动呢，往往伴随着灯火的管制所以战斗人员都要习惯在夜暗条件下操作兵器。对飞行员来讲，夜间空战有很大的难度。我军在国土防空作战当中呢，打了不少的漂亮仗，但是也遭受过不少的损失。1957年，解放军空军为了在夜间拦截台湾空军的电子情报飞机 P2V7右黑蝙蝠中队我们有2架头2轰炸机先后撞山失事，教训很深刻。如今台海两岸的攻防态势转换过来了，我们处在攻势，台湾处在守势。但是对于航空兵部队来讲呢，现在夜间战斗的难度更大了。空中进攻作战为了同一的战役或者是战斗的目标，需要出动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干扰机、加油机等多种不同机种、机型，从不同的机场起飞，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高度行动，协同难度是极大。如果夜间需要编队飞行的话，难度就更大了，还冒着很大的风险了。夜间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现在呢一般是采用防区外发射的精确打击弹药，在完全夺取制空权之后，也有可能采取低空、凌空轰炸的方式进行攻击。夜间的凌空攻击很不容易，难度极大。海军夜间渡海登陆的难度，那是人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夜间在马路上开车都要很小心的，2栖突击车、2栖步兵战车要在黑夜里穿越波涛向海滩冲击，这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夜战的价值仍然非常大。我们在晚上面临困难，台军夜间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我们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哪一天进攻、几点进攻、从哪里进攻，那是我们说了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解放军各个军兵种都要练就现代化的夜战能力，要把这种能力锤炼出来，巩固下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频繁的开展实打实的夜战训练，让部队熟悉夜间战场，熟悉夜战使用作战装备，掌握夜间联合作战的本领。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